不要轻易干掉你面前的怪物，因为它死了可能比活着还要致命。不要忽视地上的尸体，因为它可能会成为其他怪物滋养的温床。给所有刚踏入这个世界的旅者提个醒，这里发生的大异变并不是普通病毒，它既能把人类变成扭曲的怪物、恶心的肉毯，又能够让他们互相粘在一起，越拼越大，最终变成一只强大无比的拼好人。我们从未来穿越回来，不只是为了阻止灾难，更是为了摸清这病毒的底细。为什么小怪能吃尸体变精英怪？为什么融合后的怪物可以变得刀枪不入？搞不懂这些问题，你根本就没法在这里生存下来。在游戏《时间旅者》的世界中，一场名为大异变的恐怖瘟疫于1981年席卷了全球，最终将整个人类文明拖入了毁灭的深渊。人类一旦感染这种致命的病毒，便会接连出现高烧、寒战、晕厥、失明、幻视幻听、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患者皮肤会逐渐脓肿溃烂，还会分泌出粘稠的液体，让它们能够与周围的有机物进行融合。与此同时，病人体内的脏器也会开始出现不可逆的溶解过程，进而催生出一套全新的循环系统。由于这种融合是细胞层面的彻底转化，所以一旦感染便绝无治愈的可能。更可怕的是，或许是受病毒共生特性的影响，所有感染者都会产生一种疯狂寻找其他感染者的精神冲动，仿佛不断互相融合就是这种病毒繁衍生息的核心方式。而他们最终融合出的便是那些被称作畸形生物质的恶心肉瘤，而这些肉瘤又可以成为繁育和培养瘤骨怪的温床。而这些形态诡异、浑身长满人类残肢与怪异突变的生物，则成了压垮人类文明的最后一根稻草。瘤骨怪是游戏中旅者需要面对的主要敌人，他们的躯体由多具尸体与残躯通过病毒融合的特性拼接而成，所以你经常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数条手臂、2颗头颅，甚至一堆乱七八糟的脚丫子。在没有遇到目标时，瘤骨怪和普通的尸体别无二致，他们只会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可一旦有猎物靠近，瘤骨怪便会突然起身，并开始疯狂地尝试吞噬猎物。还有一些更狡猾的瘤骨怪会藏在土里，伺机埋伏路过的幸存者。好在当我们装备上机体扫描仪之后，识别装死怪物的工作就开始变得简单了起来。但受病毒渴望融合特性的驱使，即便是最弱小的瘤骨怪，也可以通过与同伴或者其他尸体进行融合来强化自身的战力。融合后的瘤骨怪会进化出更大的体型，还会长出更坚硬的生物质护甲。这种护甲甚至可以反弹主角从未来带来的武器弹药。同时，融合瘤骨怪的杀伤力也会随之剧增。当旅者回到瘟疫刚爆发的时间线时，我们就能够看到无数被拦腰斩断或者被撕成碎片的军队士兵。结合游戏里的剧情和可能的设定推断，既然瘤骨怪能对身着护甲的旅者造成伤害，而我们旅者的护甲在剧情中还可以在近距离抵挡小口径手枪弹的直射，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合理的推断瘤骨怪的力量定然极为强悍，否则军队也绝不会如此不堪一击，完全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而更棘手的是，在击杀瘤骨怪后，他们的尸体其实并未真正的死去。通过仔细观察怪物的尸体，便会发现瘤骨怪死后，他们的身体上会冒出与融合同类时相同的触手，这可能代表寄生在瘤骨怪身体上的病毒并未真正的死亡，只是由于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而暂时无法正常活动。此时若不能及时的烧毁尸体，那这具残骸就会成为其他瘤骨怪融合强化的素材，并最终以一种全新的状态再度复活。因此，目前瘤骨怪唯一明确的致命弱点便是火焰伤害，把它们全都烧成灰是最保险的处理方式。尽管我们手中武器的蓄力攻击也能够打断它们融合的过程，但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融合的问题。只有火焰既能打断瘤骨怪的融合，又可以将它们暂时禁锢，无法动弹，并最终彻底断绝其复活的可能。那看到这儿，有的小伙伴可能要问了，既然这个怪物的弱点这么简单，这个世界中的人类军队是怎么失败的呢？喷火器、喷火坦克全都怼上去，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个问题我们通过梳理在游戏中有关病毒起源的文档，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猜测，那就是由于病毒传播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再加上瘟疫爆发初期，医生与研究部门还在尽力试图了解与治愈这种疾病，这让隔离区和医院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毕竟谁也没有想过直接就下灭绝令啊！而正是这种正常的人道主义思维，却最终让军队错失了压制感染的最佳时机，这最终使得瘤骨怪在城市各处大规模爆发融合，军队只能疲于奔命，自顾不暇，最终全线沦陷，无一生还。除此之外，受病毒的影响，感染者原本的精神与意识也会逐渐被腐化。尽管在感染初期，他们的意识或许还能留存一段时间，就像游戏中已经被融合的齐伯特医生，或者隔离区和医院里那些已然化作瘤骨怪的人类。他们并非时刻都带有极强的攻击性，相反，有时他们还会做出哭泣、流露悲伤，甚至是祈祷的举动。只是尚不清楚这到底是条件反射，还是他们的意识确实并未消散。可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到了感染末期或者更久之后，这些瘤骨怪便会彻底沦为只靠融合与杀戮驱动的行尸走肉。可这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难道所有的瘤骨怪都是没有脑子的笨蛋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游戏教堂的场景中，我们会遭遇一只体型硕大的流骨怪 BOSS， 它是由教堂的修女以及在末日中躲在此处的其他平民融合而成。但和其他的流骨怪不同，当我们深入探索教堂的时候，这只怪物不仅拥有智慧，能够说话，能够指挥其他怪物对我们发起攻击，甚至它还具备一定的心灵感应能力，并始终在远距离与我们保持对话，和我们探讨在游戏中与剧情最后真相相关的信息。这似乎也在暗示感染者们或许在受着某种风潮意识的支配，而这个修女就是风潮意识的代表。当然，由于游戏里说的比较模糊，所以我也无法确定在它之上是否还存在着更高级的怪物在对它进行着操控。不过这一特性也算是从侧面印证了游戏中齐伯特医生对病毒起源的研究结论。这种病毒的行为模式完全背离了人类已知的所有病毒特性，它不仅感染性极强，传播速度极快，并且突变的方向与速度更是完全无法预测，这导致传统的隔离手段根本无法遏制病毒的扩散。即便是经过了严格的检疫程序，病毒依旧能从隔离区中蔓延而出。因此，齐伯特医生最开始推测这种病毒会源自一个遵循着不同生物法则的世界，但由于这个游戏的剧情实在是太过谜语人了，有用的信息寥寥无几，无关的废话却是只多不少，这导致到了最后也没有说清这个病毒到底源自哪里。于是我通过梳理游戏中所有的文档，整理出了几个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方向：一是某种秘密的科学实验泄露，并最终引发了瘟疫爆发；二是在旅者穿越时空时，不慎从另一个世界中将病毒带到了这里，但由于旅者身着厚重的防护服，所以旅者并未被感染；三是病毒早已潜伏在地下，或者潜伏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最炼时期那场被称为地狱之门的超深钻井实验，并进而引发了迪亚特洛夫神秘事件，也就是9名登山者离奇死亡的悬案。最终在控制失效之后，病毒在全球爆发。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第三个观点，那就是病毒本就潜伏在世界当中，甚至可能每个人都是携带者，不然就完全无法解释为何病毒爆发的速度如此迅速。而当我们的主角旅者从沉睡中醒来时，距离瘟疫最初的爆发已经过去了许久，相应的怪物的种类与形态也发生了不少的新变化。所以为了帮助各位旅者更好的完成使命，我会在这里介绍几种常见的怪物，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应对策略，毕竟这便是我们的使命。不过首先说明的是由于游戏本身并没有详细标注这些怪物的名字和设定，我预购豪华版本该附赠的艺术设定集至今也没有找到在哪里。跟官方反馈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不止我一个人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目前在介绍怪物时，我对他们的描述都是根据游戏剧情和收集到的文档推测出来的。后续要是官方解决了设定集的问题，我会及时对可能存在的错误再进行补正。咱们就先从最普通的流骨怪开始讲起。这种常见的怪物在靠近目标之后，主要有2种攻击方式，要么是从触手缠绕而成的长臂上伸出一根锋利的尖刺刺向对方，要么是直接一个战神起跳，用触手狠狠地砸向目标。而在游戏的前期，我们能够遇到的普通流骨怪主要分为有头和无头2类。由于前期我们手中武器的威力不足，所以在面对无头怪时，需要1次长按蓄力暴击才能击杀，而有头怪则普遍需要3次。不过等后面武器的威力提上来之后，面对无头怪，即便是使用普通的爆头攻击，也能够将其轻松解决。这里呢，我再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在打无头怪时，直接瞄准他脖子处那片红色的触手区域就可以了，那是他的要害。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别乱晃，找好距离1枪就能搞定。个人是不太建议打他们的腿，也别过多的尝试近战，毕竟近战的融合率太低，不如直接打脱高效。并且游戏里也明确提示过，近战时应急手段不要多用。下一个尖刺怪，它是最常见的融合怪物，它是由普通的流骨怪融合而成，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长出了许多坚硬的骨刺，右臂的触手还能够发动长距离的攻击，对子弹的抗性也会更高。不过和这种怪物单挑起来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唯一麻烦的就是和其他小怪一起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在前期各位旅者弹药稀缺、物资紧张的情况下，一打多就特别容易陷入劣势，进而把我们逼入包围。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千万别慌，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武器还有穿透特性这个优势，要尽量把怪物引到一起，最好是能够引到有油桶或者燃气罐的地方，先利用环境优势实现集群杀伤，这样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同时这里我也提醒一下各位新人旅者，咱们的护甲是能防火但不防炸，所以在遭遇油桶时可以直接上去一拳点燃，既省了子弹，效果还好。但如果面对的是燃料罐，那就别近战点燃了，免得伤敌1000自损800。等用火焰控制住怪物之后，别琢磨，直接就利用武器的穿透特性，争取一次攻击击穿多个目标。另外，在前期拿到的利剑手枪和重锤霰弹枪是1周目中最简单可靠的武器，建议优先升级。而在尖刺怪之上，其实还有一种装甲尖刺怪，受病毒的影响，它们的体表覆盖了一层坚固的生物质装甲，如果直接射击装甲，那伤害就会大打折扣，最好是攻击它们身上没有装甲覆盖的部位。钻囊怪是另一种特殊的流骨怪变体，它们的背后长着一大堆人类的手臂，主要的攻击方式是从远距离喷射酸液，不过它们也会对附近的敌人发动近战攻击。由于咱们的旅者跑的是又慢又笨，完全是坦克式的移动手感，所以在看到酸囊怪之后，建议也是尽可能的优先解决，不然拖得越久就越恶心，很容易被酸液卡住胎命，消耗血量。
毒爆怪和囊肿是一种经常出现在狭小空间里的小型留骨者，囊肿会在你靠近时突然爆炸，而毒爆怪则会先爬向你，然后一个飞扑过来自爆。这两种怪物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些小陷阱，只要多留意周围的环境，一般不太容易中招。但接下来介绍的沉睡者，他应该可以说是大部分旅者心中最讨厌的敌人。这位重量级被畸形生物质固定在了各种墙面和阴暗的角落里，平时呢就会陷入沉睡，像普通的尸体一样悄无声息地挂在那。可一旦有哪个旅者搜点不够谨慎，他们就会从空洞的胸腔中突然伸出一大堆触手，紧紧地缠住受害者，让对方动弹不得，再一点点把人给勒死。对付沉睡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取巧的办法，只能靠机体扫描仪一点点细心的搜索排查。所以如果你听到附近有怪物的嘶吼，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这时就需要提高警惕，说不定这个老六就在某个墙角后面等着阴你呢。不过也确实是没有想到，在一款生存恐怖游戏里面，居然还用得上室内 CQB 的切角战术，真是想想就感觉挺搞笑的。下面要介绍的人蛛是种由多具尸体拼接而成的留骨怪变体，它们能够在墙面上肆意爬行，并且它们还有一种全身黑色的 Plus 版本。人蛛的主要攻击方式也是从远距离喷吐酸液，但有时它们会突然从房顶上跳下来，近距离直接打你个措手不及。其实人蛛本身的威胁并不算大，真正麻烦的是它们喜欢群体出动，再加上能够爬墙的特性，这让它们在昏暗的环境中很容易突袭新人旅者，让你第一时间根本就找不到目标，进而陷入被动的劣势。所以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移动，靠近掩体绕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再逐个击破。下面要介绍的是大高个，它是一种体型偏大、移动速度缓慢但血量非常厚实的精英怪。不过好在这个家伙的全身并没有什么护甲保护，所以对付这个大背带也并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机制，纯粹靠数值就能够直接碾过去。战斗首选推荐点火控制加霰弹枪蓄力攻击，效果非常显著。胃溶解者，一种长相酷似《生化危机5》中感染显微生病毒的变异体，它们的全身被黑色的触手包裹，但点燃时就会暴露出明显的弱点。它能够通过分散触手实现瞬移，还能够在地面留下一滩陷阱触手，甚至还能够把手臂插入地下，远距离输送一个爆炸囊猫发起攻击。不过别看它的机制听起来挺唬人的，但其实这个游戏里的大部分怪物打起来都是固定套路，无非就是那3板斧、先点火加蓄力攻击，说破大天也就是这几个花样了。最后要讲的是巨鲨，它是少数有官方名字的怪物，还是个小 boss。在击败之后还会出现一个成就，就是这个描述哈确实是有点让人绷不住。巨鲨是由大量躯体融合而成的爬行怪物，它的外形酷似古波斯传说中的狮尾蝎，头部被坚固的护甲保护着，所以打头的效果并不算好。但咱们之前也说过，这游戏里的所有怪物都有弱火的特性，所以别看它看起来挺吓人，但打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利用各种环境道具和火焰攻击，不断削弱它的防御，之后再用子弹持续输出。毕竟一枪不够，那咱们就多来几枪。看完了这些介绍，想必大家对食人旅者的世界观应该都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并且咱们今天聊到的怪物融合特性、病毒的蜂巢意识，其实这些设定里也都藏着不少有关病毒的源头与游戏剧情的关键线索。所以等到下期梳理剧情时，咱们就能把怪物为什么这么变和旅者的使命彻底的串联起来，并且在搞懂了他们之间的关联之后，大家肯定会好奇旅者和这场灾难到底有什么牵扯，这一切事件的源头究竟在哪？咱们能不能靠回到过去，成功改写未来人类文明被毁灭的结局呢？关于这些剧情的核心疑问，咱们就留到下期节目中再展开讲讲。等我打出2周末打出第3个结局之后，我会专门做一期长视频，把食人旅者重生曙光的完整剧情给大家捋顺清楚，帮大家看懂这个剧情有点深度又非常抽象的生存恐怖游戏。虽然现在这个游戏在全网的热度不算很高哈，但我总觉得肯定还是有观众是真的想了解这个故事，想弄明白里面的那些细节到底都在讲些什么。所以当初决定做这个内容时，我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不管怎么说，只要哪怕有一个人喜欢我做这些内容，就还是有意义的。那么好的，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阿桑，咱们下期再见。